夫人，5000两银票备好了。孙母交到唐诗锦手里，唐诗锦接住，他却又舍不得放手。唐姑娘，你能不能画个符什么的，替蓉蓉解一解姻缘呢？夫人若是舍不得付钱，我们之间也会多一笔面哦。别怕，蓉蓉，娘再给你请厉害的大师化解。娘，我想休息。蓉蓉，你说什么？我想休息赎罪。蓉蓉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娘好不容易把你救回来，你不要这个家了吗？我没有不要你们，我只是想找个清静的地方待饭休息。娘，我不出家，你别担心。蓉蓉，你别听唐姑娘的，没准她是吓唬你的。什么姻缘不顺，她都没瞧过你的八字，怎知你会姻缘不顺？你去修行，让娘怎么办？你不能想不开呀！娘，玉莲因我而死，我该为自己赎罪的。娘见过玉莲吗？万一我死后要在地府受罚赎罪怎么办？娘，你舍得吗？孙母说不出话来了，只能抱着女儿痛哭。姐姐，我想买个平安符。你家大人呢？怎么让你一个小孩子来买符啊？我爹娘死了，奶奶病了，婶娘说来这里买符可以保奶奶平安。这符你拿回去，放在你奶奶身上，但符纸并不能治病哦。你奶奶如果生病了，你要去医馆找郎中才行。小锦说，遇到家境困难的百姓，平安符、护身符这些可以便宜售卖，但也不能不收钱。买卖银货两讫，便不会有因果。姐姐，我不会用符，你可不可以跟我回去看看我奶奶？我的钱请不来郎中。好，我送你去看看。随后，唐令仪被小女孩牵着走出了挂店。忽然，她脚步一顿。姐姐，怎么啦？唐令仪想到小锦说让她不要出门的。姐姐，你要是不想跟我去，就不要勉强了。小女孩很懂事，但也很期盼和求助地望着她，瞧着着实可怜，令人不忍拒绝。不勉强，我随你去就回。有小锦的护身符，不怕。奶奶，我买到保奶奶平安的符了，好心的姐姐来看你了。小女孩听见咳嗽声，松开唐令仪的手就跑进了屋。唐姑娘，谢谢你呀。老人家笑了笑，和蔼的面容中多了一丝诡异。但唐令仪并未开口说什么，她甚至没有走进屋子。大街上，唐令仪忽然撞到了人。眼瞎呀，走路不看路，好不容易休沐一天，白白浪费，真是扫兴。他怎么会在这儿？此人又是谁？但好像是他撞到了人。对不住，我一时没瞧见人。统领大人莫气，这位是唐大小姐，她可算是官眷呢，切莫冲动。官眷怎么了？老子还是禁军统领，冲撞了本统领倒也无妨。只是姑娘，你既撞到了我，那便与我有了肌肤之亲，我得对你负责呀。不知姑娘家在何处，芳龄几何，可有婚配呀？唐令仪眉头越皱越紧，嫌恶地后退了一步，与此人拉开距离。唐令仪疑惑，他不是在守殿吗？什么时候离开的？有婚配也没有关系，本统领先娶了你。何老弟，你刚说她是谁家的大小姐？唐家，就是镇南侯府那个唐家。不过听闻唐大小姐随其母侯夫人离开了唐家，住进了柱国将军府魏家，统领大人可要仔细掂量掂量啊，这魏家父子可不好惹呀。我身为禁军统领，难道还高攀不上魏家？自然不是，统领大人多虑了。夫人，随我回家吧。别碰我！符纸，你莫不是早对本统领芳心暗许，去庙里求了符纸来保佑你？小锦的符纸为什么没效果了？唐令仪狐疑地看了眼掉在地上的符纸，呀，扔错了，扔成镇鬼符去了。这粗人是活的呀，当然镇不住他了。不必害羞，跟我。谁敢多管闲事？谢公子。人家姑娘瞧不上你，你怎么这么没眼色啊？还想当街强抢民女不成？你是何人？朱统领，他是谢家幺子谢寻。我管你是谢寻张寻，
想学英雄救美，也得掂量掂量自己行不行。唐诗锦从孙家回来，在挂雁没瞧见大姐，反倒瞧见了郡主。你可算回来了，本郡主等了你许久。等我做什么？我大姐呢？我来时你大姐这边不在。我去去就回。说完，人转身就消失了。大姐，小锦，你回来了。如何？服气吗？你敢与我过不去？再来。不，本统领认输。既然唐姑娘来了，我就不送了，告辞。谢公子，多谢公子出手相助。只是你得罪了她，会不会给公子惹来麻烦？我得罪过的人不少，唐大姑娘不必放在心上。这个送给公子，就当是答谢公子今日的搭救之恩。唐明一看他不接，以为他不信。我家小姐画的符是很灵验的，平时都要卖10两银子一张的，不灵不要钱。这如此说来，唐大姑娘到底是想送我，还是卖我？送你。那就多谢唐姑娘了。我来的不是时候啊。小锦，你说什么？没什么啊。大姐出门做什么？似乎是有个小女娃迷路了，我送她回去。小女娃在哪？在哪儿来着？许是我不记得路了。大姐，我们回去吧。破宅子里，祖孙俩早已没了生气。归墟徒弟画的符也不过如此。道长回来了，要劳烦道长亲自跑一趟，辛苦了。摄魂术不能隔空操控，且着实耗费功法。这么说，道长成功了？贫道出手，岂有不成的道理？他已经利用那对祖孙给唐令仪下了摄魂术，动不了唐诗锦，还动不了他身边的人吗？现在就等着唐家女送上门来。你怎么还在啊？本郡主留下来替你守殿，你就这态度对本郡主？多谢郡主。说来若我不在，这店里确实没人守。小锦，要不我们雇2个人吧？也好，店里多是大姐在操持，辛苦大姐了。不过雇人我要先看一看，符箓一类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接触的。你画符才辛苦呢，大姐跟着你赚银子有什么辛苦的？我有事情干，高兴还来不及呢。不辛苦，画符不难。我说你们2姐妹就不要互相吹捧客气行了吗？本郡主可坐在这儿等了你们半个小时呢。郡主帮我守殿，这张平安符送给郡主，拿回去戴在身上，或者贴家里镇宅都行。我不要平安符。那你要什么？我想要你那个来去自如的符。瞬移符不卖的。你不是要送给我吗？不是卖。哎呀，我知道，你不就是怕有人拿着那符干坏事吗？本郡主的人品你还信不过吗？我保证，绝对不会拿你的符给你惹事。我就是好奇，没见过这么神奇的符纸。哎，你就给我一张，让我试试呗。唐诗锦没吭声，欣然郡主拉着他连哄带磨，吵得唐诗锦实在受不了。我可以给你一张，这还差不多。这符怎么用啊？拿着符，闭上眼睛，心里默念要去的地方就行了。不过这符的功效也跟使用者的修为有关，修为高的呢，可以完全发挥出符纸的效用；修为低的，暂时没试过，应该移不了多远。将军，水备好了，将军可以沐浴了。突然，水里冒出一个不明物体。魏将军，沐浴呢？好巧啊，我大概是……说话间，目光落在魏雨泽的胸肌上，他咕咚一下咽了咽口水。郡主，你知道你在做什么？我在看魏将军沐浴。我不是有意的，我不知道你刚好在沐浴啊。他只是心血来潮吃了是唐诗锦给的瞬移符，想着唐诗锦说的闭上眼睛，心里默念想去的地方，就到这儿来了。堂郡主就连自己的清白名誉都不要了吗？太胡闹了，他这样突然冒出来，定是用了小锦的符。他不会道法，也敢这样乱用符箓，万一要是出了什么岔子，他出现在别的男人桶里呢？他越想越气，真恨不得把他提起来打一顿，看看他脑子里是不是进水了。将军，出了何事？无事，你们退下。是。穿好衣服，出来。
魏将军，我没有衣服穿了，这水好冷啊！魏雨泽脚步一顿，正是因为他沐浴用的是冷水，才叫他出来，泡久了怕他生病。可他身上的衣服全湿了，这是魏家，他上哪儿去找衣服给他穿？将军，把你的衣服借给我一身可好？去找令仪借身衣裳了。啊？还不快去！再敢乱看，眼珠子给你抠了。是。舅舅，是你要借衣裳，可是出什么事了？令仪，你把衣裳拿进来给我吧。这生意是信任郡主。你去吧。郡主，你这是……出了点小意外啊！我先为郡主更衣。小姐不好了，老将军要罚将军。为什么要罚他？因为将军犯了戒，老将军已经知道郡主您在这儿了，说要让将军去崇王府请罪，生陪崇王发落呢。魏将军是和尚吗？犯什么戒？哼，好，这么说你是认罚了？认，还算你有担当，自己下去领30军棍吧。慢着，你舅舅要被罚了，你还在这儿看戏？唐世锦挑眉，我这不是在给你们制造红线吗？老将军，此事不怪魏将军，是本郡主贪玩惹出的事，还请老将军不要责罚他。可他轻慢了郡主。不，是我轻薄了他。是我得了一张小锦的符箓没掌控好，这才出现这桩误会，还请魏将军莫要怪罪才是。魏雨泽没吭声，老将军摸了摸胡须，缓了缓杖责。既然事情说开了，不是本郡主就先走了。本郡主此前都有得罪，也请魏将军不要同我计较，是我不懂事，让魏将军为难了。今后我不会再缠着魏将军了。魏雨泽一怔，他这是什么意思？我知道将军不喜欢我不该那么不识趣，对将军死缠烂打。毕竟我是郡主，醒来也不愁嫁。你不缠我吗？不缠了，将军很开心吧？我终于清醒了。魏雨泽攥紧了拳头，缠过他了，又不缠了。他是该高兴，可是为什么他似乎并不开心？你不是喜欢我？我是喜欢你，但又不是只喜欢你。我想过了，我还是想找一个喜欢我也心疼我的夫婿。难道他喜欢上了别人？魏将军，也祝你早日找到你想娶的女子，咱们往后就不必再见了。然后他头也不回地离开。你给我站住！唐诗锦悄悄给他竖了个大拇指，以退为进，郡主好计策。将军还有什么事吗？你当我魏家是什么地方？你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。我的身子是你想看就能看的吗？哇，劲爆哦！看来我的符起了大效用呢。我补偿将军吧，将军想如何？补偿？好啊，你补偿吧。魏雨泽眼神中带着占有，老将军则是沉默不语，就看着自己儿子被套路。小姐，郡主她……嘘，家，舅舅要被拿捏了。小姐，若要称郡主为舅母，你叫得出口吗？叫不出口。还好，小姐也叫不出口，也算有个伴儿。我方才同父亲说了，收完房就去提亲。你说什么？老夫这不成器的儿子说是想求娶郡主，不想郡主瞧不上他了，着实是他高攀了。将军是因为喜欢我想要娶我，还是只是因为我瞧你的身子？魏家派了马车送欣然郡主回府，坐在马车里，郡主忍不住咧开了嘴角，越想越高兴。两者都有，我不想你瞧别的男子，你今日出现在我的浴桶之中，给了我直面自己心中情动的机会。想起魏雨泽的回答，郡主兴奋的手舞足蹈，恨不得在坐席上滚上2圈，然后啪叽一下滚了下来。郡主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继续走吧。魏老将军已经说定3日后便来提亲，他得回去将这个好消息告诉父王和哥哥。他来了，
王爷有兴致，王爷先请。那本王就却之不恭了，去将唐家女带进来。唐令仪神情呆滞地坐在床上。唐家倒是出美人儿，唐诗锦也有几分姿色，只可惜她浑身是刺，不好拿捏。还是你听话，用了摄魂术，果真少了些风趣。小姐，能有你这么个妹妹，我上辈子定是积了大功德，若不然，我怕是早就翻不了身了。没想到堂堂瑞王竟如此卑鄙无耻，若不是你及时赶来，我便要万劫不复了。大姐，瑞王记恨的人是我，想对付的人也是我，说来还是我连累了你呢。瑞王敢动你，我必让他付出代价。大姐，你受惊了，我先送你回去。瑞王背后还有人帮他，我得把那个败类一起揪出来。你要当心，早些回来。放心吧，大姐，我打扫完渣渣就回去。他一挥手，掀起一股清风，下一秒被唐诗锦连人带床直接打包送走。玄阳子正在打坐中，忽而觉得温度骤冷，他猛地睁开眼，哪里来的野鬼，敢来贫道面前撒野？原来是你们两个，凭你们这点鬼气，也想找贫道报仇？识相的速速退去，否则便让你们魂飞魄散。既然你们不知好歹，贫道便送你们一程。何人打搅贫道出轨？修道之人却手染人命，枉杀无辜。阴魂找上你，乃因果循环。又是你！上次你拿个假布袋诓骗贫道，贫道还没找你算账，你还敢送上门来？今日贫道便结果了你，了却你我之间的恩怨。你放心，贫道会将你的符箓利用起来，为我道门增光。道门就是有你这样的人，才日渐衰微。他想以摄魂符操控唐诗锦的心智，却不想唐诗锦一挥手，一股极强的灵力将他的符纸打散了。你灵力竟如此深厚！啊，姐姐，她跑了！她跑不掉的，姐姐会让她受到应有的惩罚。但你跟奶奶呢，该去投胎了。他掐了个手印，幽绿色的明道出现在他眼前。世间太苦，下一世就不会受苦了。去吧，姑娘，谢谢你呀。袁观主，你以为你跑得掉吗？贫道乃白猿观主玄阳子，不是什么袁观主。你我都是修道之人，你何必帮这两只阴魂与贫道过不去？你的因果我本不想管，报应总会来的。可你不该动我大姐，害我家人者死了。唐大小姐就在瑞王府，你既然这么在乎你的家人，怎么还不去救她呢？别怪贫道没提醒你，若是去晚了，他可就成瑞王的人了。很好，我现在可以确定，你的报应就是我。轰的一下，他的身体直直地倒了下去。他用最后一口气抓住了一张符纸。唐诗锦收起五帝剑，走上去看了一眼肉身，似乎是察觉到什么。阿锦，可有伤着？我没事，但玄阳子……无妨，有本王在，本王替你料理了。他招招手，高峰便带人将玄阳子的尸体抬了下去。王爷为什么这么偏袒我？没有理由，只是依你，阿锦终有一日会明白的。哦，玄阳子被我大姐用摄魂术，如果白云观人要找麻烦，让他们来找我便是。有本王在，不会有人找你的麻烦。玄阳子恐怕还没死呢，这里有用过换命符的气息。想来他还会回来找你。玄阳子已死，他只能活在别人的躯壳中，想抓他并不难。王爷虽不修道，但懂得却多，不愧是国师的新传弟子。天快亮了，王爷，若是有人有损皇室颜面，会如何治罪啊？损就损吧，横竖皇室也没什么好脸面。我没有在说你，天亮了就有好戏瞧了。清晨，当第一缕阳光照在大地上，仿佛万物复苏，人们开始了忙碌的一天。一道惊叫声响彻整条街。这谁这么缺心眼儿啊？竟然连床都搬到大街上了！你们瞧，这床上还睡了一个人呢。赤身裸体，有碍观瞻，着实是有辱斯文。来人，
什么人这么早将门窗打开了？准备热水，本王要沐浴。天哪，竟然是瑞王爷！瑞王爷这癖好有点独特呀。没想到瑞王爷看着雄壮，内处却像小鸡仔呢。屁股倒是大，哎呦，要死了，要长针眼了。瑞王面色铁青，昨夜唐令仪应在他床上才是，为何他会在东大街？看来是王府的地儿太小，瑞王兄想以天为被，皆为床。小燕，瑞王兄这床不错，就是不好搬回去。听闻瑞王兄对道法颇有研究，与白云观主来往密切，莫非是得了道长传授经验，在此吸收天地精华，想与天地同寝？是你害本王！哦，瑞王兄的意思是，本王将你连人带朝搬来此处，供人观赏。瑞王气得咬牙，险些没一口老血涌上来。围观群众更是暗暗发笑。依我这眼力来瞧，瑞王妃当初与瑞王爷和离，恐怕不是瑞王妃的问题，而是……这也难怪，瑞王妃生的儿子不是瑞王爷的，没准是瑞王爷自己不行。住口！尔等胆敢妄议皇族亲王，本王看你们是活腻了。不说就不说嘛，自己小还不让人说了。就是，男人都这样，自尊心重的嘞。他感觉自己像只猴子，供这些贱民取乐。瑞王卷起铺盖裹在自己身上，然后他下床就走。瑞王兄这就走吧？大清早的，瑞王兄连累本王跟你一起丢人，本王这个19王爷当得着实是冤枉。瑞王兄以一己之力抹黑整个皇族的脸面，让皇族之人跟着蒙羞，实在是不该。本王的床榻为何会出现在此？小燕，你敢说你不知道？本王确实不知，瑞王兄有此癖好。瑞王气得一口老血涌到了喉咙管。今日之辱，来日必报。说完，他裹着铺盖匆匆逃离现场。让人将床榻给瑞王兄送回去。是。你没听错，死的是玄阳子。回王爷，千真万确，那白云观已经为玄阳子道长布置了这灵堂跟道场，要给道长做一场大大的法事。玄阳子死了，这怎么可能啊？竟连玄阳子都不是唐世锦的对手。原是想让全京城都知道唐令仪爬了他的床，让唐世锦和卫士等人在他面前抬不起头来。谁知道最后抬不起头来的是他。王爷，宫里传话，陛下召您进宫。瑞王脸色阴黑，起身走到小厮身边。王爷，瑞王掐着他的脖子拧断了。拖出去喂狗，谁敢在背后耻笑本王，跟他是一个下场。是。瑞王光屁股睡大街的闲言碎语，不出半日就传到宫里来了，丢了皇家的脸面，气得皇帝罚他去守3个月的皇陵。皇帝虽是生气，却也只是小惩大戒，因为若无瑞王，萧燕便真就一家独大了。你给朕去祖宗面前好好反省一下，退下。魏玉泽冷冷地看着瑞王，他已经听小锦说了，瑞王想对令仪不轨，小锦才叫他自食恶果。朕听说你2人有意结个亲家呀，崇王，此事可是谣传？不是谣传，臣已经答应这门亲事了。答应？你准备将何人嫁给魏将军啊？你与朕可没有未婚适龄的皇妹啊。是欣然。欣然是郡主。崇王，你作为欣然的父王，行事又怎可如此荒唐？欣然与魏将军可差了一个辈分。欣然喜欢他，臣也没法子。陛下知道，臣对欣然兄妹俩素来不那么苛刻。再者，魏将军面容硬朗，身如松竹，一般男儿比不上他。但是他们俩年龄不合适，朕也觉得不合适。魏将军虽说是比欣然年长了些，但臣认为也无妨。年纪大的知道疼人，欣然娇俏，魏将军沉稳，臣觉得他2人正好合适。崇王安的什么心？想拉拢魏家吗？朕说了，朕不同意。欣然是郡主，她的婚事又怎可儿戏？朕自会给她选一门好亲事。陛下，欣然并非公主，未享过公主的尊荣，亦无需背负公主的使命与职责。若陛下执意如此，臣也可让她不做这个郡主。你，陛下，难道身为人臣，就连自己的婚事都不能做主了吗？说来惭愧，陛下不知，魏将军已经被欣然轻薄过了。整个魏家都知道，若是陛下要棒打鸳鸯，
恐怕是要毁了臣子的终身呢。没看出来你哪儿惭愧了？教出来的女儿更是无比放肆，竟然敢轻薄男子。忍了又忍，皇帝才没有将骂人的话喷出来。忠王说的是，求陛下不要毁臣终身。魏家是有功之臣，魏宇泽都这么求他了，他能不让功臣娶妻吗？魏将军，回去找人算个好日子，将亲事定下来吧。欣然能得你这样一位夫婿，本王放心。听王爷的，我回去便让小锦算了吉日。将军不妨叫声岳父来听听。魏宇泽险些呛道：不想叫，我看这亲事。岳父，大丈夫能屈能伸，没想到他还真叫得出口。看来欣然确实没有看错人。本王等着你来下聘。白猿观，师父，师弟，师弟这是怎么了？喂，你给我传信说师弟他……师父他是被人害死的。你说什么？何人敢害你师父？是他，一定是他，他与师父有过节，定是他害死了师父，求师伯为师父报仇啊！你给我说的清楚些。是唐诗锦，她是京城镇南侯府的三小姐，也是归墟道长的徒弟。师父曾见过她，想收她为徒，让她做白云观的大师姐。可她不但拒绝了师父，还出言羞辱师父，师父定是被她暗害的。归墟的徒弟，为何要害我的师弟呢？大家都是同道中人，他为何要痛下杀手呢？弟子不知，还有小师弟，不知为何也突然暴毙，与师父同一天过世了。你在此守着你师父，我去瞧瞧师弟，可有留下什么遗物？玄真子说着，抬脚往后堂走去。玄真子严谨地在玄阳子的房间里翻找些什么，突然身后一股阴风吹来。何人胆敢在我白猿观游荡？师兄，是我。师弟，你果然还活着？算不上还活着，我的肉身已经死了。师兄，你回来了，我便安心多了。你可是画出了幻命符，与你的小徒弟换了命。不错，我确实成功画出了幻命符，否则怕是连魂魄都保不住。可是你竟然用自己弟子的性命来换取你的活命，幻命符与禁术一般，修道之人禁用。你竟……师兄是想让我死吗？不对，我已经死了，肉身就躺在棺材里，师兄没看见吗？若不惜用幻命符逃走，我还如何能见到师兄？我的弟子乃我亲传，为我渡劫，也是全了我的师徒恩义。若你真的画出了幻命符，你便不会是现在这副模样。师弟啊，这么多年，你还是这么急功近利。罢了，你我道心从来不同，你好自为之吧。白猿观如今没有主事之人，师兄，你还要继续云游吗？这些年，师兄撒手不管观中事务，我肩负白猿观众多弟子的荣辱，师兄，你是不是该帮帮我了？你都死了，你还让我怎么帮你啊？难不成你还想活过来不成？师兄，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在师傅留下的经书上看到过的还魂之术？你这是异想天开。就且不说还魂之术从未有人实现过，单是那魂阵，还有与还魂符，没有个180年的修为，那也画不出来。你还是死下吧你！以师兄的修为，未必画不出来，我可以从旁辅助师兄。你都成鬼了，你还辅助？哼！你还是老老实实的投胎去。这辈子你修道修歪了，下辈子你回炉重造，我可有机会重新悟道。师兄，我只是想以自己的肉身还魂，并未伤害天理，有何不可？只要师兄助我定能复活。你用幻命符害了徒弟一条命，这就是伤天害理。玄真子，你怎么还是这么迂腐不化？枉你修道数十年，毫无功绩。你别忘了，你师承白云观，可你又为道观做过些什么？我师早已舍弃了白云观，若不是我苦苦撑着，观里的这些弟子早饿死了。师父传你道法，难道就是让你在白云观为难时假清高的吗？玄真子面露愧疚。师兄，我从未强迫过你，你喜欢云游，我从未阻拦，就这一次，你帮帮我吧。仅此一次，
下不为例。哎，小景出去了。阿娘这是要外出吗？小景去铺子了，我随后也过去。今日贵妃生辰，你没同小景说吗？啊，我忘了。你呀，现在满心思都是小景那间铺子，你干脆也跟小景一起修道算了。我倒是想，可小景不带我，说我与道门无缘呢。不若我去将小景叫回来。让二郎去，你回房去换件衣裳，梳洗一番，再随阿娘出门。好，阿娘你坐着等等我。刚好唐玉妍出来，你去找一趟小锦，就说贵妃生辰邀她入宫，问她可想去。贵妃此前有意说起她与齐王的姻亲之事，虽说是从唐娇娇头上挪过来的，但小锦若是不愿意，我便去回绝了贵妃。齐王？你同小景说，让她不必有顾忌。齐王虽也不差，但19王爷更好。但这话他倒是认同。贵妃大概是想让小景为齐王依腿。大姐，你和阿娘先去，我随后就到。怎么了？阿娘，小景传话说让我们先行，她随后便来。阿娘觉得你也适合修道。辛苦二哥跑一趟啦，我已经给阿娘他们传音了，就不必劳烦二哥再来回跑了。这传音符呢，二哥你拿着，下次有什么事情传音给我即可。倒也不费什么事，只是贵妃生辰，阿娘让我问问你，你是中意齐王，还是觉得19王爷更好？我为什么要中意齐王？那你就是更喜欢19王爷。二哥，其实吧，我更喜欢搞钱。这罢了，你去吧，二哥也要当值去了，马车便留给你。不必了，我有福。唐时锦掏出瞬移符施法的时候，心里不免想：19王爷跟银子比，哪个更香呢？结果就是瞬移符带岔了路。果然，不专心就容易跑偏。忽然，他听到前方有打斗声音，他快速掐了掐手指头，看来不仅仅是瞬移符跑偏了，还是缘分使然呢。殿下，先走。这侍卫恐怕挡不住傀儡。殿下，没事吧？傀儡刺客，看来太子进步了呀。这是齐王殿下，方才多谢姑娘出手相助，不知姑娘是如何制服这些傀儡刺客的。定山符，我叫唐时锦。这位殿下可是个大客户啊。唐时锦，你就是贵妃娘娘说的那个唐家三小姐？是我，就是我。贵妃娘娘提起过我吗？贵妃娘娘想让你……是。当即意识到自己多言了。这些傀儡杀不死，姑娘可有办法解决？简单。唐时锦打了个响指，祭出几张火符，顷刻间，傀儡刺客身上便燃起明火。解决了。但就是吧，齐王殿下没有证据喽。不过是家常便饭罢了。那齐王殿下可要小心喽，下次未必能有这么好的运气遇到我了。今日母妃生辰，唐姑娘可是要去贺母妃生辰？正是。进宫不在这个方向，唐姑娘走错路了。倒也并非走错路，齐王殿下与我有缘分。进宫路不远，唐姑娘可愿同行？可以，反正顺路。小姐你来啦，齐王殿下也在。夫人不必多礼。听闻请唐姑娘出手捉鬼除妖，都需要给酬劳。唐姑娘今日救了我，只是我身上没带纹银，这玉佩全且当作是答谢。现在的皇子王爷出门不带钱，是在无形炫富吗？唐时锦拎起那枚玉佩，在眼前晃了晃。是块好玉，应该能卖个好价钱。是，我们走。那玉佩是殿下贴身所带，殿下将它送与唐姑娘，是不是？你话有些多。那大姐，你回头找个当铺，帮我把这块玉当了吧。当了？不能当吗？齐王说给我，难道我不能随便处置啊？小锦想当就当，想来齐王不会那般小家子气，在乎一块抵出去的玉。好。齐王呢？殿下许是还没到。这孩子就是在故意躲着不来，趁此机会，本宫还想让他见一见唐时锦呢。贵妃的眼珠子直勾勾地盯着唐时锦，迫不及待地就朝他走了过去。贵妃，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
今日是你生辰，本宫还没贺你生辰安康呢。诸位不如同本宫一起敬贵妃一杯，贺贵妃生辰。恭贺贵妃娘娘，愿娘娘生辰安康。皇后娘娘来贺臣妾生辰，是臣妾的荣幸。诸位夫人小姐也不必拘谨，本宫与你们同饮一杯。小姐见过齐王，觉得齐王如何？齐王五官看似温和，但眉眼间却暗藏凌厉，且天庭饱满，山丘直挺，唇有珠峰，是大富大贵之相。小景是在给齐王看面相。阿娘不是问我齐王如何吗？阿娘是问你，你觉得齐王这个人怎么样？天机不可泄露。齐王这个天道的备胎，他不能轻易泄露天机。算了，他觉得小锦并未将齐王看在眼里。你就是唐时锦吧？臣女唐时锦。本宫是来多谢你的，多亏了你医好了太子的眼疾。贵妃这里有新酿的雪莲酒，平时都舍不得喝呢。今儿是贵妃生辰，这才拿出来你们尝尝。本宫呢是想借花献佛，用这雪莲酒与你共饮一杯，谢你对太子的恩情。皇后娘娘言重了，小锦她不会喝酒，我这个做阿娘的替她喝吧。本宫方才瞧她是饮了酒的，怎就不会喝了？夫人莫不是信不过本宫，怀疑本宫动什么手脚？一杯酒而已，我岂能驳了皇后的面子？我喝。果真是个通透的，本宫喜欢你这性子，就怕你很快就不喜欢了。你们母女慢慢喝吧，本宫去瞧瞧贵妃。宫女又给唐时锦倒酒，但这一次宫女却没拿稳酒壶，整壶酒就这么洒在了唐时锦身上。衣裙脏了，阿娘便不该带你进宫来，这宫里意外就是多。阿娘没事。三小姐恕罪，都怪奴婢不小心，奴婢没拿稳，弄脏了三小姐的衣服。唐时锦眯起眸子，这点小伎俩他实在不看在眼里。毛手毛脚，你是怎么做事的？惊扰了贵妃娘娘的生辰宴，当心扒你一层皮。贵妃咬牙，这老婆子唱给谁听呢？姚贵妃当即站出来，母妃，你怎么才来？正要同她介绍唐时锦。三小姐这衣裙脏了，不宜再穿。宫里最不缺的就是女子的衣裳。三小姐请随老奴去偏殿换身干净的衣裳吧。好啊。向嬷嬷不露痕迹的同皇后对视一眼，姚贵妃想上去阻拦。哎，贵妃，本宫也敬你一杯。说来也是沾了你的光，能让本宫也尝尝这新酿的雪莲酒。听说这酒大补呢。皇后喜欢，拿些回去便是。贵妃今日是主角，宴席刚开始，你可别想多久。本宫啊，定要好好和你喝上几杯。皇后来绊住她的手脚，贵妃心里着急呀，她要找谁去救唐时锦呢？齐王似乎明白了什么，他不动声色地看了眼石业，石业当即会意，悄悄退去查探。另一边，向嬷嬷带着唐时锦绕到了偏殿，老婆子攥着手里的符纸，鼓起勇气骤然一转身。长姑娘，时间仿佛停顿了2秒钟。嬷嬷，怎么啦？没什么。向嬷嬷晃了晃头，她发现自己手里的符纸已经没有了，难道是刚才已经甩出去了？唐姑娘没什么不适吧？雪莲酒虽清冽，但却容易上头，会头疼的。多谢嬷嬷关心，我没事啊。她乖巧极了，向嬷嬷彻底放下心来。太子殿下说过，用了那张符纸，人就会变得格外听话。你进去吧，衣服就在里面。好。唐时锦乖乖地走了进去。向嬷嬷要去给皇后报信，转身时眼神又逐渐溃散，她怔怔地停下了脚步。皇后等了1刻钟还不见嬷嬷回来，她心里有些犯嘀咕。这时她看到太子身边左蟒远远地站在宴席边缘，皇后顿时就悟了。三小姐去换个衣裳，怎的还不见她回来？贵妃不去瞧瞧吗？唐家姑娘是你请进宫来的，若是出了什么岔子，怕是你不好同魏家交代呀。姚贵妃气得磨牙，唐时锦真要在她眼皮子底下出什么事儿，她还怎么指望她帮齐王？
只能连忙跟上皇后去偏殿查看情况。偏殿中，殿下，不可以的，你看清楚了，是老奴啊！贵妃很快反应过来，快速上前，一把推开了偏殿的门。是太子殿下呀，香嬷嬷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大庭广众之下，你一个老妈子不要面子，怎的也不顾及太子的颜面，猴急成这样。贵妃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臣妾哪有胡说八道？这么多双眼睛都瞧见了，皇后莫不是还想装聋作哑，当做没瞧见不成？太子，你这是在干什么？还不快放开香嬷嬷！太子不听，大家怎么都在这儿呢？你怎么在这儿？我不在这儿，应该在哪？香嬷嬷不是带你来偏殿换衣服吗？啊，娘娘不知，我有清洗服，这衣裙不用换也能干净，故而没来这偏殿。什么？相嬷嬷没跟皇后娘娘说吗？相嬷嬷要给太子喂奶，哪里来得及跟皇后娘娘禀报呀？你们都是死人啊，还不快把太子拉开！身边宫女立马上前，将太子从相嬷嬷身上拉开。老奸婢，你敢勾引太子？娘娘恕罪，老奴没有，是太子。相嬷嬷吐不出实话来。勾引？皇后娘娘这话说的不对吧？相嬷嬷这么大年纪了，又是太子幼时的奶娘，怎会是她勾引太子？本宫瞧着怎么看都像是太子强迫相嬷嬷的。相嬷嬷，你说是不是啊？娘娘，求您赐老奴一死吧。相嬷嬷不愧是中奴，太子是吃你的奶长大的，你心疼他也是人之常情。皇后恨不得撕了他这张嘴。一口一个太子吃奶，这贱人以为打压太子就能让齐王翻身吗？做梦！相嬷嬷，你说是怎么回事？奴婢不知道，奴婢不记得自己怎会在此。中了摄魂符，他当然不记得了。皇后脸色铁青，为了不让太子继续丢人，她忍痛扬手在太子脸上扇了一巴掌。太子清醒了吗？太子目光逐渐变得呆滞。皇后娘娘，看来一巴掌不足以让太子醒悟啊。皇后咬牙瞪了他一眼，贵妃可不怕他，回给他一个挑衅的微笑。母后，他一看情况就觉不对。唐时锦，太子殿下下午有事啊？他是什么时候发现的？什么时候？从皇后主动来示好，他就发现了，或者更早一点，他不过是将计就计罢了。小姐，没事吧？卫士和唐宁仪从女眷后面挤出来。太子殿下在本宫的生辰上做出这般失礼的事情来，皇后娘娘可容本宫说一句晦气？真是晦气，万幸没连累到时锦，否则本宫岂不成了恶人？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本宫指使太子的呢。太子干出这种事，当真是无德无礼。本宫要请陛下为本宫做主。这贱人抓住了太子的画柄，还不够他得意的，装什么委屈呢？太子想必是演着了。唐姑娘不也说过宫中有阴气吗？加之太子眼疾尚未痊愈，这才会将相嬷嬷当成唐姑娘。哼，那太子的眼疾确实没好全。只听太子忽然抽了口凉气，眼睛有过瞬间的刺痛，等再睁开，眼前确实一片模糊。母后，我看不清了。怎么会？来人，去召太医来。他不过是随口说来为太子开脱的，顺便带上唐时锦。谁知太子的眼睛就疼了。太医很快就来，瞧过太子的眼睛之后，为难地表示太子的眼睛诊断不出病因。是你说太子的眼睛没好全，是你对太子做了什么？是皇后娘娘说啊，太子的眼疾尚未痊愈的呀。我只是顺着皇后娘娘的话说罢了。太医不也说太子的眼睛没病吗？时锦从头到尾可没靠近过太子，我们这么多人都看着，哪是他对太子做了什么？太子这眼疾时好时坏，莫不是与德行有关？贱人，敢暗讽太子德行不好。我早提醒过太子殿下身边的侍卫，太子的眼疾瞧着像是经书上说的，做了缺德事遭的报应。虽服药可以好起来，但要心境清明，不可生邪念，方能无碍。难道是左侍卫没将我的话带给太子殿下？太子怎么可能信他这话？他说不说都是一样的。想来是太子身边的人
没将你的话放在心上。唐诗锦点点头，即便太子眼疾犯了，也不能抵消他在本宫宫里做出这等有伤风化之事。本宫还是会禀明陛下的。来人，将太子送回凤仪宫。陛下那里，本宫自会去说。万万没想到，今日偷鸡不成蚀把米，反叫贵妃猖狂了起来。向嬷嬷引诱太子，将他拉下去，杖毙。皇后还真是够狠的，向嬷嬷是她的心腹，竟也能痛下杀手。是老奴用手段迷惑了太子殿下，老奴愿以死谢罪。太子是无辜的呀，娘娘。太子若无辜，这无辜2个字儿必然是黑色的。娘娘，你要保重啊！皇后心口一沉，虽有满腹怒火，却无处可发，最终只能带着太子离开。唉，好好的生辰，被搅得乌烟瘴气。你们都回去吧，吃好喝好，就当太子这事儿是意外，都别放在心上。本宫的宴席可不能叫你们败兴而归。是，真刺激！以后有宫宴，他们还来。石锦，你受惊了，但石锦你手段高，这才没吃亏。不枉本宫担心异常，还叫齐王找人去接应你呢。我手段高？我使什么手段啦？瞧是我说差了，石锦聪明才没有吃亏才对。向嬷嬷想给他用摄魂符，可摄魂符迷惑不了他，他便让太子看看什么才叫真正的摄魂术。贵妃娘娘不必抬举我，娘娘找上我是想让我给齐王治腿吧？石锦果然聪慧，不错。齐王的腿经太医医治了半载，始终不见好。本宫想请你帮他看看。能啊。天道的备胎怎么可能是个半身不遂的？这不就遇到他了吗？他的腿真的还能好起来吗？当真，齐王的腿你真的能医？能医，但要收钱，不白治。这个自然。你要多少诊金？尽管开口。唐诗锦竖起5根手指头。5000两，可以。只要齐王能痊愈，本宫再多给你1000两。是5万两。我给太子治眼睛，太子给了9万两。不过他眼睛时好时坏，并不是我的药不好，而是他心术不正，与我无关哦。齐王的腿疾也并非寻常用药就可以治愈的，贵妃娘娘应该见过他的腿啊，上面应该黑青缠绕，像藤蔓一般向上生长，发病时如万蚁食骨，痛不可言。贵妃听得心口一紧，大黑筋长到肚脐，齐王的双腿就彻底废了。非斩腿不能保命，但那黑筋却并不会因此消失，而是会继续往上爬。等爬到齐王心房，他就会彻底与世长辞了。齐王更是定定地看着他，心中起伏不定。所以啊，5万两我真的没问你们，贵妃娘娘考虑一下吧。不必考虑，你治吧。他就齐王这么一个儿子，是他全部的希望。即便齐王不能做皇帝，他也希望他能平安健康，长命100岁。站在齐王面前，然后弯下腰，准备去动他的衣摆。你做什么？看病啊！我不具体看看，怎么知道你的情况？也好研究一下治疗方案呢。齐王渐渐松了手。齐王殿下不必害羞，我就看一眼，不会为难你的。萧齐微微偏头，耳窝里似乎有些热。唐诗锦提起他的裤管看了眼，果然与他结合他面相推算出来的一般。原来如此。怎么样？齐王的腿呢，大概要分2次治疗，一次踢虫，一次解咒。贵妃娘娘可以治1次，付1次的银子，2次付清。他还真是实诚啊。齐王的腿啊，是中了尸骨及咒术，这种虫子既阴又毒，它会慢慢的啃噬掉寄居者的血肉和内脏。齐王至今毒素才蔓延到小腿，想必是有人为你压制过吧？你身上应该有能克制尸骨的符箓。这是国师给我的，确实如同唐姑娘所说，或许就是这张符保了我一命。能画出这个品相的镇煞符，国师完全可以解了他的尸骨。为什么他不解呢？唐诗锦总觉得国师那个老匹夫是故意将这些事情留给他的。好好带着这张符，它确实能延缓尸骨的爬行速度。齐王抿唇，默默地将符纸收了回去。贵妃娘娘，小锦既答应了替齐王殿下医治，若无其他事儿，我们就先告辞了。好，想必夫人也无心回宴席了，本宫命人送你们出宫。
殿下，娇娇姑娘来了。她来做什么？嬷嬷摇头表示不知。殿下怎的又把眼睛蒙上了？嬷嬷语气担忧，想扶一扶他。别碰我！太子这是怎么了？太子知道嬷嬷对自己的忠心，但今日在宫里，他实在恶心到了。我伺候殿下便是，你退下。那唐娇娇，让她来房间见我。是。娇娇见过太子殿下，殿下怎么又把眼睛蒙了起来？您的眼睛不是痊愈了吗？过来。殿下。太子便一把将他拉扯到自己怀中，唐娇娇眼底闪过一丝讥讽，却不想下一秒太子直接推开了他。太子殿下，退后！唐娇娇心下一颤，不敢再触怒太子。殿下，你怎么了？一碰到唐娇娇，他就想到自己对向嬷嬷又啃又咬，恶心的感觉直冲天灵盖。你来找本太子做什么？我想找殿下借3000两银子，救木槿。救谁？木槿，就是我身边的丫鬟。唐娇娇，你当本太子是冤大头吗？还是说，你以为和本太子之间有了所谓的赐婚，你就能随意挥霍太子府的金银？你真当你是太子妃了不成？木槿被19王爷带走了，王爷要我拿3000两纹银赎他出来，我实在是没法子了，才来找殿下的。本太子的眼睛花了9万两，尚且没治好，你觉得是本太子的眼睛重要，还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丫鬟重要？唐娇娇说不出话来，横竖她也只是做做样子，免得有人说她对贴身丫鬟置之不理。怎么，唐家连3000两银子都拿不出来？父亲同太子一样，不想救木槿。不是本太子不想救他，而是本太子有什么义务要救他？娇娇，你的丫鬟得罪了19皇叔，怎么你却怪本太子见死不救呢？娇娇不敢，是娇娇说错话了，殿下恕罪。本太子眼睛疼，娇娇不要再让我心烦可好？是。你先回去，等本太子眼睛好了再许你来。唐娇娇并未多做纠缠。左莽，殿下有何吩咐？你去魏家找唐诗锦买药。可唐诗锦的药价格昂贵，你难道有更好的法子给本太子治眼睛？还是说太子府拿不出几万两银子了？卑职这边去。什么道尊，什么符箓，都他娘的不管用，连个唐诗锦都对付不了，还有脸自称道尊？三小姐，太子殿下的眼睛疼，特命卑职来买药。好说，银子带了吗？这是3万两，三小姐可以清点一下。3万两不够啊！三小姐，此前几番拿药都是这个价，同样的东西断没有坐地起价的道理。谁跟你说是同样的东西啊？这次的药更贵。买卖自愿，断没有强买强卖的道理。所以我没有强迫左侍卫一定要买哦。太子的眼疾是复发，一般复发的病症呢，比初次更为难治。这次的药丸炼制起来，也多花费了我更多的时间和心思。三小姐要多少银子才肯拿药给卑职？9万两，这次一次到位，只有1颗药，保管太子吃了，眼疾便会即刻好起来。什么？你能掐会算？你觉得我身上有9万两银子吗？是，你这个穷鬼当然没有啊。所以啊，你可以回去找太子，我不急。一颗药丸9万两，三小姐是不是太过分了？便是灵芝妙药，也没有卖的这么贵啊。过分吗？我的药就值这个价，嫌贵可以不买啊。你们可以去买灵芝妙药来治眼睛。三小姐这般与殿下作对，对你有何好处？是，你话还挺多啊，咸吃萝卜淡操心。药价以外的话题免谈，我们不熟，我讨厌没有边界感的人。左莽又是一噎，最后只能怒冲冲的回去。唐诗锦竟敢如此算计本太子，府中还有多少库银？忽然他嗅到一股熟悉的幽兰香。道尊，本太子眼疾犯了，道尊可有法子？这人神出鬼没，若是他能治他的眼睛，他就可以省下那9万两。没有，道尊的道法不弱于唐诗锦，本太子的眼睛是被唐诗锦的道法所伤，道尊怎会不能医？莫不是道尊不想为本太子医治？你要这么觉得，我也没办法。那道尊来做什么？看本太子的笑话吗？还是说，道尊的实力其实根本敌不过唐诗锦，连本太子的一个小小的眼疾都治不了？
太子要这么想，本座也没法子。你到底哪头的？太子殿下莫不是以为本座是你这头的？难道不是吗？哼，容本座提醒你一声，你还没坐上那张龙椅呢。道尊的摄魂符连唐诗锦都对付不了，难道本太子不该质疑道尊的实力吗？太子，本座今日要教你一个道理：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自己废物，莫要觉得所有人像你一样废物。唐诗锦是有天分的人，假以时日，他的修为远超于我也不无可能。你到底来干什么的？这世间的修道之人，能操控明火的少之又少。本座是来提醒太子的，我若是你，就不会再去招惹唐诗锦。太子要对付的是萧燕，而非一个女子。听起来，道尊似乎很抬举唐诗锦，莫非道尊与他有什么渊源？任何有实力的人，本座都不会吝啬抬举。就像本座抬举萧燕，他不愧是帝星，即便丢失了命格，却依旧能够闯出一片天来。反观你们，与萧燕实在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，云与泥之别。哼，道尊既然如此看得起萧燕，为何又要助父皇夺他命格，削弱他的实力？本座抬举萧燕是一回事，夺他命格又是另外一回事。太子该庆幸，本座帮的不是萧燕，否则你连这个太子都做不上。他讨厌极了这个狂妄自大的狂徒，他又无法辩驳。唐诗锦已经画出了7星方位图，萧燕大约已经预知了他的命格所在。太子有空在一个女人身上费心思，不如想想怎么才能从日渐恢复的萧燕手里保住你的太子之位吧。说完，他转身消失不见。太子的眼睛，本座能治，但本座不治。人总要受点教训，才能记住教训。太子气得呼吸都重了，同时又不免担忧了起来。19皇叔知道命格所在，又有唐诗锦帮他，万一他真找回了全部的命格，他与父皇长久以来的谋划，不就都白费了吗？奴婢见过太子殿下，皇后娘娘让奴婢来告知殿下，贵妃娘娘今日在宫里寻了唐诗锦为齐王一腿，请太子殿下多加防备。唐诗锦好不容易才废了萧齐的腿，唐诗锦又来跟他作对。道尊说话跟放屁一样，是他招惹唐诗锦吗？分明是唐诗锦总跟他过不去。萧燕要除，唐诗锦也不能留。先去拿银子，去买药，一切等本太子眼睛好了以后再定夺。本太子的婚事也要废除。殿下的意思是？然后太子低声在他耳边说了几句。卑职明白，卑职回殿下办妥。唐娇娇要倒霉了。呀，左侍卫又来啦！再晚一点，我可就要出门算卦了哟。9万两，药呢？啊，太子殿下果然有钱，比皇帝还大方。药在这儿，左侍卫付钱拿药，咱们银货两讫。他这话是在捧杀太子吗？内含太子比皇帝有钱，传到陛下耳朵里，太子免不了又要被责骂。三小姐说卑职话多，我看三小姐话也挺多。太子的闲话可不是谁都能说的，当心祸从口出。不怕，我能逢凶化吉。苏猛愣是被他气了一次又一次。你可以走了。这药丸当真能让殿下即刻痊愈，不再复发？能啊，只要太子心清目明，好好做人，就不会再遭报应。怎么感觉这番说辞与之前3万两一次拿药时说的一样？左侍卫还有问题吗？没问题，我要叫人来擦地板了。这是在嫌弃他脏了魏家的地板。他捏紧药瓶一甩手，愤然离去。9万两进账，今日财运不错。然后他叫上唐令仪一起去挂店，开始赚钱的一天。唐姑娘。唐诗锦走在路上，有人叫他，他没回头。唐姑娘。唐令仪与他说起店内的趣事，唐诗锦仍旧没回应。唐诗锦。唐诗锦顿住脚步。小锦，你怎么了？有点小情况。大姐，你先走，我随后就来。出什么事啊？哎呀，一点小意外，我很快搞定，大姐别担心。那你小心些。唐令仪便先走了。刚死的阴魂跑我这来干嘛？你说的这叫什么话？我叫了你那么多声，你们是看不见我吗？
唐诗锦瞧了他一眼，然后一挥手把他捏在手里，转头换了个安静的地方，甩手将他扔了出来。他怎么会被唐诗锦抓在手里？想起来了吗？你已经死了。唐诗锦打了个响指，梁曼曼眼睛里逐渐从迷茫变得清明。梁曼曼愣怔在原地，脑子里想起了自己的死因。他是在去求救的路上摔死的，脑袋撞到了石头上，肉身倒了，魂魄跑了出来。你已经不适合留在阳间了，会有阴差来接你的。唐诗锦说完就走。哎，等等，你别走，我是来找你救人的。救谁？救我爹娘。我家闹鬼了，我担心我爹娘和我哥哥会有危险，所以想请你去抓鬼。你知道你现在也是鬼吗？我没想过害人，我打听过，请你捉鬼要拿银子办事。我生前藏了一些私房钱，可以给你做酬金。唐诗锦看了看他的面相，你本命不该绝，可你多管闲事，结果摔死了，可见你是个倒霉鬼。你本命不该绝，可你多管闲事，结果摔死了，可见你是个倒霉鬼。